最近好多人要求我发鴿子的视頻，於是前幾天我就拍了一期。我說我剩下這幾隻鴿子對他們都沒興趣，結果這2天的私信全部都讓我把這幫鴿子送給他們，甚至有2個兄弟都直接把地址給我發過來了，讓我快遞給他們。我說活物不能運輸，他們還不信。我之所以對這幾隻鴿子沒多大的興趣，是因為我喜歡那2只鴿子全部都遇害了，但是這幾隻還必須要養下去，因為它们全部都配好對了，最近都在繁殖。豬圈裡面也有一窩，其實它們已經是第2次繁殖了，第1次因為沒有經驗全失敗了，這一窩是一次性成功的。它的肚子下面有2只小鴿子，過2天就帶出來盤一下。所以說外面每次只有3只鴿子，另外3只鴿子全部都在窩裡面帶孩子的。至於說這裡有一顆蛋，大家不要奇怪，也不知道哪只鴿子下的，沒啥用，就送給魔術哥幫忙孵化一下，大概率是孵化不出来。這是我唯一一只沒有配对的鴿子，所以說我現在一共有7只鴿子。這個家伙被養得半生不熟的，所以說也不能送，偶爾還能對着我轉圈圈呢，我對他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希望的。還有幾個兄弟想問我要這只大公雞的，說帶回去當寵物養，不是吃肉，說的好像在我這裡是食物一樣。關鍵我就這麼一只啊，怎麼送啊？還有要兔子的，兔子可以送啊，主要是你要是比較近，我還可以給你送过去，或者你自己过来拿。外地的就没办法了，太遠了。本來這玩意兒市場就幾十塊錢，太遠了你還不如自己買，來回的路費能買一大筐呢。所以外地的朋友我真的是沒辦法，不是我不送你們，太遠了。這2個兔子的感情有點好哦，天天都待在一起睡覺。前幾天下雨，這身上弄得髒兮兮的。目前就這個兔子還有多的，想要的兄弟可以說一下，特別近的我直接給你送過來。還有很多要科鴨的，科鴨是真的沒有多的，但是下蛋的如果受精率穩定的可以送蛋，科鴨沒有。而且我們這裡的活物是真的不能運輸，不是我小氣，主要科鴨也沒有多的。還有我昨天不是拍了一期放生小野雞的視頻嗎？結果就有兄弟發私信讓我把這2只小野雞送給他們，這玩意兒也能送嗎？所以說啊，關於我送小動物這個事兒，目前來說只能送科尔鴨蛋，附近的可以送小鴿子、小兔子之類的，別的啥都送不了。還有就是你們不要看視頻裡面都挺好玩的，其實你帶回去也不一定是那麼回事兒。我這裡主要有場地，如果你養在家裡，那衛生肯定要做好，不然的話你就想想吧。像我送小兔子這些啊，本来想着是吧，大家也喜歡，我有多的，独乐的不如众樂的。没想到有些兄弟你真的是啥都敢要啊，要把我送给你呗，我也不想奮鬥了。我發現只要是天氣好，這個雞哥的心情是越來越好。地上叫了幾嗓子之後沒有存在感，這都上樹了，就這一會兒的時間已經叫了第5嗓子，這個嗓子是真好。要是我的話，這嗓子話都說不出來了，這樣叫。第7嗓子了，閉嘴，閉嘴！咋這麼高興呢？今天，每當雞哥高興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，我都有點慌，因為每一次受傷的總是我，特別是他炸着個羽毛對着我轉圈圈的時候，我就要小心了。今天這個狀態應該還好，還好。讓你們看一下他腿上長的2根刺，就這玩意兒，特別尖，進攻型的武器。上一次和我鬧着玩的時候踢了我一腳，把我手踢了個洞，血流不止啊，痛死我了。所以說現在他特別激動的時候我都怕。又開始了，這突然來了一嗓子，剛才出了點小意外，不知道他看到什麼了，受到驚嚇直接飛走了。我找了半天，他躲在別人花盆裡面。剛才他嚇到就躲這裡面去了，還好我從這邊路過的時候，他叫了一下，聲音特別小，被我聽到了，找到了。今天天氣特別好，我現在把他帶到戶外去，看一下他是什麼個狀態。在家裡面反正是特別高興。把他帶出來了，也沒找到合適的位置。現在田裡面、地裡面都種的有東西。很多人問這家伙到底會不會飛，他遇到危險的時候或者特別高興的時候就會飛，一般情況下都是走地雞。這我也不能跟着他呀，直接下地。哎，
起飞了，好高興啊！這個家伙今天，不過現在這種狀態特別危險，趕緊第一時間過來看着它。這個季節，這種移動方式太危險了。在這一座山上，隱藏的猛禽特別多，我經常看到它們偷襲其他的小動物。所以說，這個家伙在這種空曠的地方來回跑的話，這個目標太明顯了。跑1次2次沒啥事兒，多跑幾次，可能就會一下被猛禽給抓走。之前我在這個位置給大家拍過游隼抓野雞，然後在那個地方，我有好多次上山上去，都看到有白鷺的屍體，都被吃的差不多了，基本上都是猛禽幹的。特別秋冬季節，風險係數特別高。高興歸高興，別等一下命都沒了。走吧走吧，還是回家去。家門口附近你隨便嗨都沒問題。這家伙剛剛踢了我一腳，還好是側滑在我手上踢的，看沒啥事兒。回來了回來了，回來之後他更高興了，這個身體像個機器人似的。家門口絕對安全，但是也要謹防貓狗，自己小心點哦。出殼戴着安全帽的瓶蓋鳥住在瓶蓋裡的第一天，出殼第2天帽子取下來了，還是住在瓶蓋裡。出殼第3天依舊住在瓶蓋裡，它已經開始在越獄了。出殼第4天，它已經對瓶蓋十分不滿了，但是它太小了，逃不出去。出殼第5天，它已經胖了好大一圈了，你們猜一下它能不能逃出瓶蓋？沒錯，今天它已經可以從瓶蓋裡出去了。雖然說它羽毛都沒有長，但是它拼命的爬，還爬了好遠，這是對命運的不甘。出殼第6天，已經開始在慢慢的長羽管了。想擺脫瓶蓋，那必須要多吃一點吶。看看第6天它的變化，對於瓶蓋，它還是想擺脫，可能嗎？一不小心就翻車了，而且還起不來。今天就給你換一個大一點的瓶蓋，必須要多吃點雞胸肉，多吃一點才有力氣逃跑，是不是？再來一口。別看這雞胸肉比較大，對於它來說沒啥問題。好啦，吃飽之後好好休息，明天繼續看你逃離瓶蓋。手裡還剩下這麼一點點肉，帶出來給喜鵲吃。怎麼外面下雨了？估計是吃不飽，關鍵是家裡面也沒了。沒有吃飽都不理我了，哎，我給表弟打個電話，讓他去超市給我買一點肉回來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因欠費，暫時無法播出，請續繳話費。手機居然欠費了，現在的話費用的是真快呀，回家連個 WiFi 充一下。現在充話費去營業廳太遠了，不方便，而且貴。我現在都是在平台充值，就是抖音上的那一個抖音商城充值中心有活动，還能領取最高4元的话费券。順便教給你們怎麼充值，點商城進充值中心，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充值。出殼第7天，它的塊頭越來越大了，身上的羽毛已經長出來了，清晰可見。瓶蓋對於它來說的確是有點小了。這一餐繼續吃雞胸肉，你們有沒有發現它的胃口越來越大了？之前這麼大一塊它是吞不了的，現在它可以輕鬆的吞下去，而且一塊根本就滿足不了它。肚子上面還是光禿禿的，不過它已經會翻身了。出殼第8天，身上的羽毛越來越多了，塊頭又大了一點點，逃出瓶蓋是小意思啦。平時它可不是住這個瓶蓋喲，因為瓶蓋太小了，它根本住不了，就第1天小住了一下。逃出瓶蓋的第9天，還是沒跑掉。這一餐吃一點飼料，食物一定要多元化，不能太单一的。這小子胃口比我還好啊，真能造。羽毛長出來之後，它的速度会越來越快，一天一個樣，變化太明顯了。出殼就戴安全帽的鳥，逃出瓶蓋的第10天，瓶蓋是真的住不下它了，往瓶蓋裡面一放，它就要逃跑，瓶蓋可能已經是它的噩夢了。出殼第11天，好吧，今天是最後一次住瓶蓋了，因為是真的住不下了。出殼第13天，以後再也不住瓶蓋了，它身上的羽毛基本上已經長齊了，
其實已經可以飛行幾米了，不過它現在還沒有適應，帶它出來熟悉一下環境。先乾一口飯吧。從出殼到現在，它的胃口一直都特別好，所以長得也還行。過2天就能把它放到戶外去了，讓它慢慢的熟悉環境。不過這玩意兒基本上不用熟悉環境。我們這邊這個季節小麻雀真的是多到離譜，每天出門都能看到。基本上現在它們都不怕人，除非你要拿手抓它，不然的話它們都不跑的。我们這裡只要是有管道，每家保底3窩麻雀。我們家至少7窩到8窩，因為我放的有葫蘆。再過一段時間，你就可以融入麻雀大集體嘍。以後長大不要禍害莊稼喲。不過這玩意兒是遇到蟲子吃蟲子，遇到莊稼吃莊稼，不挑食，所以數量極其恐怖。我帶這個家伙出來玩，剛剛還碰到了放生的那一只小八哥，準備搶我手上的面包蟲，結果被這個家伙一下就打跑了。走，過去找一下它。飛到那邊去了，晃一下面包蟲，過來，過來。叫了半天，它不敢靠近呢，我親自過來找它。這是剛剛在水溝裡面洗了個澡是吧？可別跑了啊！哎，剛說完又飛走了。這家伙現在有點怕貝貝呀，又過來了。看來還是阻擋不了美食的誘惑啊！單獨給你開點小灶。你這個家伙真的不想說你了，怎麼老喜歡欺負小朋友嘞？給他吃的時候他沒興趣，那只小八哥過來剛要吃，他就開始了，真不是好東西。終於到你了，趁這個機會趕緊多吃2口，等一會兒那個家伙回來了又要驅趕你了。頭上還有泥，肯定是在水溝裡面洗了個澡的，身上有點濕。剛下地不到1分鐘就挨揍了，不過我身手敏捷，沒打到。都這麼大歲數了，脾氣還是這麼暴躁，這個性格有點不好啊，不好。看一下那只小八哥可憐的樣子，就算站在遠處看着都要被欺負。你這是啥聲音呢？聽不懂。哎呀，打架打着，小八哥換了個位置直接過來了。來，趕緊給你安排一點面包蟲。哎，剛打開就被那個惡霸給撞翻了。就這個帶腳環的，喜歡欺負小八哥。看一下瓶子裡面一條都沒了，關鍵是他又不吃，整的我又全部撿起來了。不要你好了，不要你好了啊！我先把你帶回去，等會兒我再出來給這只小八哥送幾條面包蟲。貝貝已經被我帶回去了，去找一下那只小八哥。這個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剛把面包蟲拿出來，不知道它從哪裡一下就飛到我手上來了。不是跟着那幾只野八哥混嗎？野的天天回去，它都不知道回去了。這一盒面包蟲全部給它倒地上，這一下你可以吃個夠了。要不是看你可憐兮兮的一直跟着我，又不敢靠近，我都懶得來看你。完了，我才發現這個家伙居然也是一個白眼狼。我剛說他面包蟲吃完了，擔心他在這裡有危險，準備把他帶回去了。結果一伸手他就跑，根本都不讓我靠近了。現在這真的是，這個家伙是個白眼狼，出乎我的意料啊！哎，傷心傷心。好了，這一下我徹底死心了。他等了一會兒，實在沒東西吃的，飛了，直接上樹了。這白眼狼，哎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白操心他了。兄弟，要不換一個吧？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。這鴿子還挺執着的，自從我把他女朋友換給另外一只鴿子之後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。還好他不會說話，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，可能還要罵我了。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只母鴿子換了一只公的嗎？現在都關着在，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，看一下會不會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對不會孵蛋的那一只公鴿子，這不就沒對象了，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来，不然的話会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。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，所以說嘍，你就倒霉了，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。這也導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，
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鸽子。毕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来的，现在我送给了別的鴿子，他能不生氣嗎？是吧？哎呀，這個家伙過分了啊！不僅咬我，還拿翅膀打我，這小伙子。別逗鴿子，能幫我充個話費嗎？肯定可以呀！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。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，那邊充值快，秒到賬。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。月底該充話費的，快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完了！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只鴿子之後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剛剛還從空中飛下來啄我的腦袋，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！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。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，他到處叼材料，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。現在你都是單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來，過來，我帶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这是不相信我啊！以前一伸手就飞上來了。關鍵是我剛剛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會兒煮了餵狗子吃。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！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，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。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，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。不然的話，只要他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，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動不動飛到我頭上啄我的頭髮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，是吧？哎呀，這家伙脾氣太暴躁了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只母鴿子換一只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只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来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来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。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，我估計是孵化不出来。你們這是狗變了吧？動不動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皮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只都孵化不出来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！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。他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應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带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了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来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爸。現在的鳥爸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。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
這是另外一隻失蹤的那一隻鳳冠，沒有這一隻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隻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隻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发現田裡面有2隻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隻，他們這一個10隻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隻就剩6隻了，還有4隻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嘞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么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呢。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呢。因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隻野八哥，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絲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，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的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，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。1號天敵呀，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的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给它挠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搅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面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。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搅屎棍。
就剩它一个還在這裡吃柿子。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個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，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對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，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兩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們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難搞我。特別是這兩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兩個趕緊跑吧啊！這兩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。預計不出意外的話，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！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。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。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。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剛兩隻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
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动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儿居然沒被野生动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。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！這是白頭杯的鳥窩。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從蛋孵化出來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-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飞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。天天都在偷饲料和面包虫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只，換毛比較慢一點，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沒法說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，所以說也算是对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這2個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，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只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2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只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来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2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，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面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面包虫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，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只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，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。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它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來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它的腿，它拼命的掙扎。我怕把他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鋸開。這下好了吧？
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。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，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現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没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个籠子先把它關起來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現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啊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，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我懷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後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，不然的話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只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它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它整了一個麵包蟲，它直接飛到樹上去了，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，狀態沒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會恢復，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來的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來了。有一隻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隻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來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隻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。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的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來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隻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隻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隻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隻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說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隻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發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。所以說嘞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制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試試。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的，真沒用。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隻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。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數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。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。抬頭一看，一隻土話梅在這裡洗澡嘞。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鴿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撓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飛行能力會下降，
所以它们的警惕性会变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，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，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撓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買2盒盒。我就過來給爺爺送點藥。這狗子聽到了，叫的撕心裂肺呀。走，過去看看。哎，才幾天不見，這個家伙住這裡來了嗎？這裡之前還拴了一個狗子啊，那狗子去哪裡了？你這是取代了它的位置啊，但是那狗子在哪裡呢？這裡是雞，也沒有啊。等一會兒問一下，既然來了，就把這狗子放出來玩一下。上次有個兄弟說這狗子一直盯着我看，肯定我有一隻手拿的火腿腸。你們看一下，我的手是空的，什麼都沒拿，但是他一直盯着我。哎，去那個位置是什麼意思啊？這個操作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手上真的什麼食物都沒有，他就是喜歡盯着我。哦，那個地方有貓嘞。我發現這裡的貓是真多啊，每次過來都能發現好幾隻，而且這個房頂上還藏了一隻，和鳥哥的那一隻還有幾分相似，但是明顯不是同一隻。上次我帶了一點狗糧放在這裡，還在這兒嘞，給這狗子弄一點讓它吃一下。它吃飯的家伙也不知道去哪兒了，就放這個位置讓它吃。很明顯它又長大了不少，但是感覺它好瘦啊，腿這麼細，也不知道這種狗子長大之後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在這個位置也丟幾顆狗糧，這上面藏了幾隻貓，它們膽子還是挺大的，狗糧剛丟它們就過來了。這家伙狗糧都沒吃完呢，一直跟着我。最近家裡都沒有火腿腸了，下一次買了之後再給你帶一點。我剛才帶這隻小狗子出去轉了一圈，不知不覺又拐了一隻大狗回來了。爺爺膽子還是挺大的，還敢摸它。這種不熟悉的狗子，特別是大狗，我不敢摸，我真怕它突然給我來一口。剛剛它對我還挺熱情的，然後它轉了一圈，自己又跑掉了。然後我還說我開車去別的地方轉轉，這狗子真是離譜啊，直接往我車上跳，推都推不下去。上一次它只是試探往我車上爬，這一次直接不客氣。我覺得這個狗子就差把要跟着我混這幾個字寫在臉上了，越來越過分。然後我開車走到半路，我發現它居然悄悄地在後面跟着我，沒辦法，必須要把它帶回去拴起來。把它給送回來了，給爺爺說了，讓他等一會兒一定要把它給拴起來。主要這大馬路上車太多了，很危險。溜了溜了，不然這家伙等一會兒又要追我。
時候可能就那麼一瞬間，它就改变了。家裡買了100个鵪鶉蛋，本來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雞鵝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養的鵪鶉，也很親人。有一次忘記關籠門了，一隻掉到池塘裡面淹死，還有一隻不知所蹤。正好家裡買的有鵪鶉蛋，所以說孵化幾隻玩一下。其實家裡最近還買了很多雞蛋，但是就是沒有興趣孵化。隨機挑選了7顆蛋，我要孵化葫蘆娃7兄弟。也不知道這個蛋的受精率怎麼樣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殼，有4顆蛋受精，這已經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殼了，比我預想的還要好。這一顆蛋被我剝了一下，影響不大。這種鵪鶉的話，一般不用去剝，只要是溫度、濕度達標的話，它們基本上都會自己出殼。這一顆也在自己啄殼，還有一個太黑了，看不到，不知道什麼情況。這個乾脆我手動給它輔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馬上也要出殼了，剩下的就交給他們自己嘍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蘆娃7兄弟這3隻順利出殼了，蛋殼全部捏碎，然後給狗皮膏藥吃。被我輔助的那一隻昨天就出殼了，另外一隻昨天晚上出殼的，今天早上又出殼了一隻，還有一顆蛋到現在沒動靜，我也懶得看了。有沒有覺得它們特別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計一跑就沒了。剛剛放到地上試了一下，太活躍了，特別是這一隻穿深色背帶褲的。安全起見，找一個小鳥吃食物的盒子給它們放着，然後我要試一下它們的躺手能力。剛有一隻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這一隻穿背帶褲的非常與眾不同啊，給它往手上一放，它就這個樣子了。換一隻試一下，一點都不好使。最小的這一隻我也試一下，這家伙也不願意這麼躺着啊，怎麼穿背帶褲的就這麼與眾不同呢？而且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來，我們再來玩一下。你們看他動作一氣呵成，還挺好看的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再試一下，就是這麼神奇。就這性格，以後必須要重點培養。來，見一下布丁，以後你們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別拿屁股坐它啊，這一下就扁了。哎。這家伙你幹的啥事兒啊？算了，你還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們家布丁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欺負任何一個小動物，換成其他的狗子可能就會一口一個。走了，趕緊住保溫箱。找到了，在這裡。這小家伙，剛才別人跟我講這裡有小鳥飛不起來，我就過來看看。就在我們隔壁的菜園裡面，這是一隻小綠鷹嘴杯，應該是學飛的，或者是從窩裡面掉下來的，可能就在這玉米杆上築巢。但是我剛看了一下，沒發現窩，是不是這一個啊？應該是那個。剛問了一下，說就是這個家伙，剛剛還在地上爬來爬去的，應該飛不起來。這種我們一般情況下不用特別去干預。如果在戶外撿到這種學飛的，或者是從窩裡面掉下來的，情況允許的情況下，放在附近的樹枝上面高一點的位置，他們的父母會過來投餵。這家伙好像有點站不穩啊，先放在這裡，晚點我們再過來看一下它的情況。反正就在家門口附近。這狗子一直在後面看着，但是因為我去的是菜地，所以他沒有跟過去，他知道菜地不能踩，還挺聰明的。走啦，我要回家了，你就別看了。晚上我們這邊下了好大一陣暴雨，我不放心，就過來看一下，簡直是直線掉落啊！它就掉在我給它放的位置的正下方，身上濕漉漉的，都有點失溫了。這種幼鳥如果遇到這種下暴雨，又待在地面，死亡率特別高，熬不過去的。也不知道他的父母今天有沒有過來找他，而且我在這邊找了半天，就看到了他一隻。先把它帶回去保溫吧。看剛這一陣暴雨，這樓梯道上面全是積水，下得挺猛的，可能是下雨把這家伙給打下去的。
這要不是挨着我們家特別近特別方便，基本上这种我放到树上我都不会看第二眼的。如果不看的话，这個家伙明天早上可能已經掛了。這就是緣分吶。今天晚上就讓它和這2隻小白頭杯住在保溫箱裡面，等一會兒緩過來了，給它餵點食物，我們明天再看。經過一晚上的保溫，然後又餵一點食物，今天我發現它還大了一圈，生龍活虎的。但是有一個問題，我給它放到原來的位置還是沒有母鳥，所以我基本上2-3個小時會給它投一點食物。就在這門前的這一片玉米地，住得近真的是太操心了。重點是啥嘞？它一餓了就在原地一直叫一直叫，我就會過去給它投一點食物，它動都不願意動一下，就站那裡。我感覺今天晚上我又要照顧它了，它已經炸毛了，精神狀態和白天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。繼續放保溫箱。重點是今天晚上的暴雨會比較大，提前收編。早上起來這個家伙又滿血復活啊，我現在都懷疑他這2天是不是裝的。不過昨天的暴雨的確是很大，你們看一下池塘的水都已經成這個樣子了。今天還會下暴雨，所以這個家伙乾脆照顧大一點再給他放生了，免得到時候被貓吃了，或者一個意外不知它飛哪兒去了，就找不到了。順便給你們看一下昨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們這裡的自來水都成什麼樣子了。這還能用嗎？感覺有一半都是泥。我們這邊的用水問題真的很難，差不多有1年沒有自來水了，好不容易來水了，是這個狀態。不說了，先給這個家伙搞點吃的。2天一到晚上，他就和這2個小家伙住在一起。他們的食譜是一樣的，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。早上的第一餐，先給他們整點雞蛋吃一下。早上剛煮的雞蛋，不要急，一個個的來，都有份兒。吃飽了吧？這一下大一點的已經飛上樹了，這個家伙狀態還差一點，看着胖，實際上是炸毛的狀態。不過問題應該不大，大一點就放生。終於不下雨了。去山上逛逛，順便拐一隻鳥。Hello， 據說一戳它都說話，試一下。哎，跳到我手上來了，那咱們就一起吧。哎，別咬我啊，兄弟！手上站着還不過癮，還站在肩膀上面去的。小伙子，跟着我轉了吧，我還能給你打個輔助，抓個螞蚱。不吃算了，放生。考驗感情的時候到了，就放在這裡。你要是過來的話，就自己飛，反正有翅膀，沒有任何友誼，理都不理我。算了算了，只有狗子才是真愛。這山上有點不對勁呢，一隻鳥叫聲都沒有，這麼安靜嗎？板栗倒是挺多的，地上掉的全部都是，估計都被松鼠給搬空了。這什麼果子啊？應該不好吃。這個是真好吃啊，但是有那麼一部分是有毒的。我等會兒看一下啊，如果多的話撿一點。有沒有毒，你們就看我明天有沒有發視頻就完了。剛還說特別安靜，這一下來了一大群小熊貓。這玩意兒到了冬天特別喜歡飛到家裡面去偷臘肉。這下面也有鳥叫，聽着是不是像別人在吹口哨？這山上的蚊子就是多啊，特別喜歡咬我，過分了啊，這些兄弟。看來我們的感情還在。他追過來了，而且中途還打了個野味。我給他的螞蚱還不吃，他要自己抓。悄悄的搞跟蹤有意思嗎，兄弟？又跑了。等我追上來，他又直接飛到山下去的，應該是被狗子給嚇飛的。走去看看。山上追到山下，發現他了。他在這個水溝裡面洗澡，看到我過來，他起來了。來說句話。你好，我是小大黑。跟我走，帶你去一個特別好的地方洗個澡。這個水太淺了，就這裡，快去吧。水特別清澈，這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水，簡稱山泉水。就是它這個位置沒有選好，實
水還是太淺了，我給它找了個位置它不洗。我給它找的位置在這裡，它老是去上面，洗又洗不了。可能是觉得這個位置水有點深，它的警惕性很高，害怕自己淹死了。我把這個地方改造了一下，變得比較淺，結果它突然變得很害怕，估計以為我要把它給活埋了，找了個地方直接躲起來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從哪裡來的？我現在帶你去哪兒？走，順便給你們看一下狗子在哪裡。剛剛我吵它了，所以它現在總是離我們比較遠。它害怕又把這個家伙給嚇跑了。然後我們往前走，它看到之後馬上就會再跑到前面去，又找個地方等我们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採蘑菇去了。我們在這裡相遇的，就把你放到這裡，自己回去哦。兄弟們，我要搞點野味了。至於說有沒有毒，只有吃過才知道，實踐出真理。明天等我的消息。你們看這大公雞放着行嗎？已經被別人驅趕了，又去欺負別人家的母雞去了，把它趕回去。這真是養不熟啊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煮熟。這只雞養的時間有點久了，我估計肉質也不好吃。走。它來的時候主要是一直衝着我打鳴，所以我才把它給留着。现在它毛色也好了，體重也增加了，站在我手上也不叫了，叫一嗓子，叫一嗓子啊！废了，再給它1分鐘的時間，如果不配合我的話，今天晚上我高低得加個餐，我們等着吧。求生欲真的很強，主要是我也不缺肉吃。昨天我剛買了10斤牛肉，不是我有錢呢，而是我那一台19年迈腾放瓜子上賣的，賣8萬多，比市場價多賣了1萬。為啥賣這麼高？因為我是直接賣給個人，個人賣個人，中間沒有多次轉手，所以賣得高，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買賣二手車，我推薦瓜子，個人賣個人，賣家多賣錢，買家少花錢。目前來說，家裡的動物沒有一隻他能看得上的。你們不要問我小兔子為何住在鳥籠裡面，這只是一個小封印而已，解除封印，它們就出來了。主要是他們的自我管理意識太差了，出來之後不好管控，跑得到處都是，還要一直看着他們。這個位置還躲了一隻，因為比較小，所以把它們鎖在這裡面還是比較安全的，又能曬太陽。比如說這隻大公雞，它的自我管理意識特別差，只要放出來，它肯定要去別人家打卡，但是因為它的塊頭比較大，一般的貓啊狗啊都欺負不了它，所以说把它放着，其實我是不用操心的。要说管理意識比較強的，就是新來的這一隻小公雞，把它放在外面，它一天都不會跑，然後它天天都圍着鵪鶉的籠子旁邊吃小雞飼料。其實這和年齡也有關係，到了繁殖期那就不好說了。要是都像3號這樣，我都放心了，24小時放着在，根本都不用操心。怎麼流鼻涕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來，去游個泳，降降溫，等一會兒就好了。這一隻是誰呀？豆芽嗎？還給自己打扮了一下，別說還挺好看的。這幫鴨子的數量不對呀，可能田裡面還有。不管了，它們基本上不管去哪兒都能自己回來。除了這一隻大公雞，在我的記憶裡，它每一次跑出去，都是我手動把它給找回來的。它就沒有自動導航系統，要不是它的實力擺在這裡，現在雞毛都沒有了。同樣是雞，人家雞哥自從嘴巴斷了以後，現在每天不是在這棵樹上練嗓子，就在地上玩泥巴，特別自律，叫聲還很優雅。在這棵樹上，我還是挺放心的。包括這個散養的2隻兔子，人家也特別自律，都是在自己的領地活動。他最近好像盯上了豬圈裡的這隻母兔，天天都過來找。我懷疑他又要生小兔子，肚子這麼大。好多人說最近狗子都出鏡少了，那是因為我把它拴起來的。其實它是真的特別自律，只不過是越接近過年的時候，風險越大，所以說把它拴着也是做一個風控的調整。大公雞是每天放幾個小時，我現在都提前把它給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還要自己去找它。今天差不多了，關起來。